好，接下来中美之间的稀土之争，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是美国25年首批的稀土复兴，被视为是世纪的骗局吗？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欧盟现在98%的稀土其实都掌握在大陆的手中，接下来欧洲的军事命脉是否也等于被大陆给牢牢的掌握住了呢？今天会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财长美国财长贝森特他最新兴高采烈的大肆的宣传。他说呢，美国啊，25年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首批生产的稀土，地点就是在南卡罗来纳州，正式的呢已经可以来做首批的出厂了。那么他说呢，这个之所以非常的重要，这个是川普让美国制造业重生的一个证明，也是代表说我们即将突破来自于中国对于稀土产业的垄断。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虽然财长正式做了这样的一个宣示，但是细节其实都是模糊不明的。首先我们来看到，他说呢，这座工厂是1年半前才动工的耶，但是现在看起来只有产出一小批的样品磁铁，包括产量、用途跟技术来源，贝森特都没有说清楚。另一方面呢，也没有提到有关于分离跟精炼的技术。外界怀疑说，你这个会不会就是一个政治的宣传品而已啊？因为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它其实持续的强调，现在国际上70%的稀土矿大部分都还是在中国手里，而90%的这些关键的精炼技术还是牢牢的被中国大陆给掌握住。那美国南卡这一回生产的稀土真相到底是什么？技术核心又是什么？真的能够攻克大陆的稀土吗？委员怎么看？我不得不赞美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是第一流的美国政客，就说谎脸不红气不燥，可以说得很顺畅。我们就把真相揭开来给大家看。这个贝森特所讲的那一家南卡罗来纳公司啊，事实上是一家德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叫 VAC 啊，它的德文的意思叫真空冶炼公司。它有没有产出这个少部分的确是磁铁含有稀土材料的磁铁吗？有的。然后它的稀土从哪里来？它稀土是跟加拿大一家叫 Cyclic Metal， 就是回收金属公司。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在干什么了啊！循环回收金属公司，它就到处去收废料，那从废料里面去截取一些稀土的元素，然后把这稀土元素就卖给 VAC， 让它去做出磁铁。这个没什么技术嘛，真的什么技术？那当然做得出来，可量不会太大啊。然后更经典的这一家叫 Cyclic Metals 它的这个废金属，有一大部分从中国进口，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去说它，有没有？那当然了 ，VAC 这个公司说他们也有到南美洲去采矿，南美洲也有什么这个稀土矿、那个稀土矿的已经签了约了。那一家南美洲叫 Aclara 那有一家叫 Tongate 的。那对不起啊。这2家公司都宣称我有矿产而已啊，从来没有开挖过，从来没有提炼过，更没有任何工厂就是刚签约而已，所以你才会说，是好像这家公司才1年半前，因为它是德国的子公司，所以1年半前才设的所以我这样一讲，大家都知道说有没有？有一点，那来源哪里啊？循环废弃的，那量能不能多啊？当然就不可能多了那贝森特有没有告诉你这细节？没有我是史上第一个揭穿他真相的人，所以我不晓得，因为刚好这一行我也蛮熟的，所以我不晓得这贝森特讲话这个功夫，美国媒体会不会戳穿他不是很好玩表示他很认真在解决问题，他真的解决不了问题。好，另一方面是美国自己宣称它终于是量产稀土、生产稀土，那另外一方面则是澳洲，也被视为是美国一个未来在做稀土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那被视为是所谓的民主稀土链的救星。澳洲虽然目前是拥有全球17%的这个稀土，但是呢，确实不管是分离、精炼到下游的整个制造，都还是由中国大陆所掌握的。那么现在也在分析说，到底有没有可能澳洲可以取代中国？因为呢，其实看起来是有困难度的。中国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砸下巨额的资金做整个稀土供应链相关的研发，从开采到生产的完整供应链。再来就是因为稀土它是一个比较高污染
的一个技术产业，也是欧美国家不愿意碰的。所以 BBC 警告了，综合以上的原因，不管是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有技术专利、投资规模，西方国家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更不要说打破中国的垄断了。杨老师又怎么看？澳洲这边，我们谈的是澳洲嘛，哈，它的就是这整个稀土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大概都是以 Lynas 为主，好，那 Lynas 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日本在2010年遭受到中国大陆9个礼拜的稀土管制的时候呢，大概其实有在投资 Lynas， 可是 Lynas 呢，它所这个生产的量哈，大概都是以轻稀土为主。那重稀土它现在是发展出来了，叫做氧化锑。那在澳洲的 Mount Vale 的地方去开采，然后送到马来西亚的加工厂。那可是它实际上在我看了一下数字，它本身自己公司网站上的这个数字哈，今年2025年的第2季，它总共氧化锑的生产量只有多少呢？3200吨。所以我们说，中国大陆在重稀土的这个成品的生产量上面哈，是占全球的99.8%。不是100%，因为那个0.2就是澳洲这家 Lynas， 而且就是这个氧化锑。那氧化锑的这个重要性也是蛮关键的，在一些就是永磁磁铁啊，还有核能的这些设施上面。因此，你看到虽然是大家都在投资这个新的公司，从澳洲到加拿大，然后呢到日本，可是日本像它在小笠原岛那个附近的叫南鸟岛开发出来，他说有1200万吨的这个储藏量，可是那都是轻稀土。所以对于真正关键的，就越来越前沿所需要使用的这些重稀土的项目哈，其实大概只有澳洲。那可是澳洲这边它的量也有限，那其他的部分呢，它所开采出来的部分都要送到中国大陆去，那由大陆这边做进一步的这个冶炼。因为稀土它很多东西都跟其他的元素配合，那不像是我们这个去那个挖这个金沙啊，你拿那个筛子这样过去，那个金子就溜出来，没有这回事的了。而事实上是很复杂，所以它会有环保的问题。它可能要从很多的铝矿或很多的不同的矿里面去把这个稀土矿去冶炼出来、剥离出来，然后呢分离出来，然后把它整合。这个有相当复杂的技术，然后呢设备。那在中国大陆这2家公司啊，一个叫中国稀土集团，一个叫北方稀土公司，还有几家就是小型的，但这2大其实他们的制程技术设备，我就把他们叫稀土界的台积电，也就有这种能力，那因此这些 IP、这些人员、这个设备都是他自己发展出来。别的国家现在做这一套东西哈，你可以啊，那你大概5年10年嘛，因为高盛说的，至少中国大陆在稀土有10年的主导的优势。可是这5年10年这个成本是多少？那所以当中国大陆在跟川普谈完这个釜山会议之后，说我们愿意延长1年，因为他1年本来就是希望大家照正常的国际分工，我们就来供货。那如果你现在要投资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些管制持续的，就是说加强。那但是呢，当你要准备投资的时候，他就开始开放，市场价格就掉下来。那你还有什么成本这么高？你去做这个东西，10年之后你回到后来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或自己不可能用，那做的品质又不够好。所以呢，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阻碍、去防止别的国家，甚至你说G7的国家一起联盟起来要去对抗中国大陆。目前看起来真的很难。是好，一方面是大陆确实现在看起来10年内都会掌握这个稀土。那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现在的忧虑恐怕就是越来越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不管是地缘政治的紧张，或者是乌俄战争，需要非常多的军事武器。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98%来自于欧盟的这些稀土进口全部竟然都是仰赖中国的。瞬间是让欧洲国家非常的紧张。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常用的东西，包括武器F-35战机、无人机、战斧飞弹，还有前舰推进马达跟雷达等等，核心零件都是需要用到稀土。等于说，如果北京紧掐住欧洲的话，它的稀土管制的话，那么军备的扩张会立刻瘫痪。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有关于稀土本身它是一个翻译名词，但是它的存量在地球上其实并不少。那真正的问题呢，也就是它也不集中，
也就是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那美国现在就想趁这个方式啊，也就是无论是在乌克兰啊，或者澳洲、加拿大，甚至 G7 这些国家，它通通都说，哎，你们的稀土矿通通来开采之后交给我，这个才是问题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般的土，然后它不是一般的土了，它是其实很大量的土，然后就像刚刚永明老师所讲的，它要透过链接。那问题是它的怎么链接呢？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电啊。那问题是中国大陆的电是准备好了，你美国电准备好了吗？如果电准备好了，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你公共事务的这个有关于电的费用，为什么还是这么高呢？那另外，中国大陆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冶炼呢？它叫做串联萃取法。那我们听这一个名词，就知道它有大部分的过程，也就是透过这一些溶剂，将这一些真正我们所要的稀土，无论是锗啊、镓啊、锑啊、铝啊这些，通通冶炼出来，它有相对应的溶剂。可是溶剂这个部分呢，他在论文里头完全不提及那个是什么东西，而且他自从我们之前讲的10月9号一次公布了7个命令里面，现在没有对美国实施，可是他自己有关于人员技术以及他的这些装备，通通是管制的。所以我们来看欧洲的这一些他要取得这一些稀土，然后制造他自己的军事装备，实际上是有困难的。而且经过一场俄乌战争，其实都把这一些欧洲国家原来的这个军事储藏全部的库存几乎都打完了，他们现在都要跟美国买。那至于说呢，有关于我们刚看到啊，锗啊、镓啊、锑啊，其实这3样啊，它的就是我们看到锗是紫色的，镓是红色的，锑是蓝色的。我们看到这个锑，它其实是做现在电池，也就是我们讲到锂电池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材料，所以它相对于其他的价格来讲，从去年10月开始，它的价格就是一飞冲天。那如果现在这个美国进入了这个锑的市场，那它感觉上可能可以赚取很高的费用，但是呢，它中间要克服的，无论是技术或者是这些设备，费用更高。当它一进入中国大陆，把这个价格全部拉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血本无归。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上中国大陆它自己所拥有的这一个储藏其实只占60%，可是冶炼超过90%。那也就是现在大家讲10年可以达成，就是由美国来接手。对不起，美国你真的有这么多电吗？你有这么多人愿意投入这个产业吗？都有问题，所以真的只有10年吗？恐怕不止。好，谢谢县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